嘿，你是不是觉得非得有一大笔存款，到2026年才能开上那种顶级的豪华车？别这么想了。你看看啊，那些德国的竞争对手，他们光想着怎么用那贵的离谱的维修费把你钱包里的钱都给掏光呢。可咱雷克萨斯不一样啊，人家就在这儿闷头打造那种能流传千古的传奇车型。咱今儿个就来好好唠唠，给大家盘点5款雷克萨斯的车，这些车售价都不到2万美元。嘿，你以为到2026年想开上顶级豪华轿车就得有一大笔存款吗？别这么想了。当德国那些竞争对手正忙着用维修账单把你的钱包掏空的时候，雷克萨斯却在这儿悄咪咪地打造着永恒的传奇呢。今儿个咱就来盘一盘5款雷克萨斯的车型哈，现在不到2万美元就能拿下一辆。咱先说说这理念哈。要是你正琢磨着找一辆能让你抛开外界嘈杂的座驾，那你算是找对了，就是雷克萨斯 ES350。这玩意儿常被人开玩笑说是穿着燕尾服的丰田阿瓦隆，说实话，这可算是他能得到的最高夸奖了。别的豪华品牌一门心思把轿车往赛车上整，雷克萨斯就专注干一件事儿，给你整那种纯粹没花里胡哨的放松体验。不到2万美元，你就能弄一辆2013年到2016年款的，那质感比现在好多新车都高端。在2026年这时候，啥东西都塑料感满满，还过度设计 ，ES 却靠着简约的美和精湛的工艺脱颖而出。再说说内饰和座舱体验，你一坐进去，马上就知道为啥它这么招人稀罕了。那隔音效果老厉害了。雷克萨斯的工程师在底盘各个旮旯都用上了高科技的隔音材料，把路噪死死地隔在外面。座椅可不是一般的座椅，就跟你最喜欢的真皮躺椅似的。要是你运气好能找到配马克、莱文森音响系统的车，那可就美了。这系统可是公认汽车史上最牛的音响体验之一。再说说空间 ，ES 是前轮驱动的，后排地板基本全平，给乘客的腿部空间比好多全尺寸行政级豪华轿车都宽敞。接着咱看看引擎盖下面的配置，那台传奇的 3.5 升 V6 发动机，这绝对是人类造出来最可靠的发动机之一。它能输出268马力，你轻轻松松就能并上高速，在城里开也顺顺当当的。不过真正厉害的不是动力，而是那种让人安心的感觉。这发动机用的是正时链条，不是皮带，在2026年跑个30万英里都没啥问题。2026年欧洲豪华车车主为5000美元的维修账单哭爹喊娘的时候，你就做个基本的换油和轮胎换位就行。那在2026年的二手车市场，你该瞅啥呢？你就找2015款的，那可是黄金时期。当时雷克萨斯把车载娱乐系统升级了，还加了好多安全功能。就算里程表显示跑了10万英里，一辆保养的好的 ES350 开起来还是稳稳当当、安安静静的，倍儿有档次。它是跑车不是，它能在直线加速赛赢吗？估计悬。但要是你就想有辆车，每次坐进驾驶座都觉得自己倍儿尊贵，还不用在维修厂花大钱，那雷克萨斯 ES350 就是2万美元预算里的王者。它可不只是辆车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提升呢。雷克萨斯 RX350 那可是坚不可摧的传奇啊！要说哪款车定义了整个豪华跨界车细分市场，那非雷克萨斯 RX 莫属。这款 SUV 可太牛了，它向全世界证明了家庭用车的实用性和高端豪华轿车的精致优雅，咱能一块兼得。别的厂商还在那费劲巴拉的想让他们的豪华 SUV 在路上好好跑呢，雷克萨斯倒好，一直在那儿不断完善配方，最后成就了汽车界的传奇。2026年那第3代 RX 售价不到2万美元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把它开回家，那绝对是你给自家车道做的最明智的财务决定。这 RX 的特别之处啊，可不是单靠某一项功能，人家对品质那是追求到极致了，体现在整个制造过程里呢。你要是打开一辆保养的不错的 RX 车门，就会瞧见那些超耐用的材料。这些材料啊，设计寿命是按数十年算的，可不是几年就完事儿的。皮革又厚又软，木饰那都是真材实料，每一个按钮按起来手感都特别准，你摸了就舍不得撒手。而且啊，现在好多现代汽车里屏幕多的要命，在 RX 里可没这事儿，整体感觉特别扎实，就好像是那些真正关心车主的人打造出来的，人家考虑的是10年后开这车的人。驾驶体验方面，就跟你对雷克萨斯的期待一样，安静稳当，开起来顺溜得很。雷克萨斯的工程师花了几千个小时调校悬架，能把路面上的坑洼和不平整都给吸收掉，就跟没那些东西似的。不管你是在热闹的市中心穿来穿去，还是在夏天来一场穿越全国的长途公路旅行， RX 就跟一片宁静的港湾似的。他也不打算去当跑车，这其实就是他最大的优势。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保护你和你的家人，让你们不受外界压力的干扰。
打开引擎盖，里面可是这台车的心脏，著名的 3.5 升 V6 发动机。在机械这行里，这发动机就是可靠性的典范。它没有那些容易出故障的复杂涡轮增压器，也不用操心脆弱的双离合变速器，它就是一款简单的自然吸气式发动机，动力强劲，每次你踩下油门都能感受到平顺的线性加速。2026年新车维修难度和成本因为复杂的电子设备都增加了 ，RX 350这种机械可靠性就显得特别让人耳目一新。要是你现在正在二手车市场找车，别害怕那些行驶里程超过10万英里的车型，在雷克萨斯的世界里，这才刚刚开始呢。只要前车主定期做基础的换油保养，这些车跑个30万英里都轻轻松松。你买的这辆车比市场上几乎其他任何车都更保值。这就意味着，等你最后想把它卖掉的时候，很可能能收回不少钱呢。所以啊，它就是那些理性驾驶者拒绝在品质上妥协的终极豪华工具。嘿，咱接着聊聊雷克萨斯 GS 350，这可是给睿智男士准备的运动轿车。好多人一说起雷克萨斯啊，就觉得它就是造那种舒适型豪华轿车的品牌，但嘿，有这么一款车，那可是直接就脱颖而出了，它简直就是个真正能让你撒欢开的驾驶机器，那就是这雷克萨斯 GS 350。雷克萨斯造这 GS 350，那就是冲着德国汽车巨头去的，像宝马5系、奔驰 E 级啥的，人家雷克萨斯还真就做到了德国人没做到的事儿，打造了一款世界级的运动轿车，而且啊，这车过了保修期都不带出啥故障的。到2026年，这 GS 350二手车售价不到2万美元。这第4代 GS 啊，那可是那些想要高端性能又不想花大价钱的人的终极秘密武器。你要是坐进这 GS 350的驾驶座，立马就能感觉到这和普通的雷克萨斯可不一样。它座椅位置更低，方向盘握起来手感贼扎实，整个驾驶舱啊，那就是围着驾驶员来设计的。雷克萨斯的工程师为了调校这底盘，花了好几千个小时呢，还在全球有名的纽博格林赛道上进行测试。这效果那是真不错，操控精准得很，平衡性也近乎完美。它采用的是后轮驱动架构，开起来那参与感十足，这感觉你在更常见的 ES 车型上可找不到。开着这 GS 350，你都想故意绕远路回家，找那些蜿蜒的乡间小路好好撒撒野。再看看这内饰，工艺水平那叫一个惊叹，就算过个10年8年的，这内饰依旧跟新的似的。皮革那都是高级货，缝线也特别精准，还有那巨大的12月3日英寸显示屏，在当时可是领先了好几年呢。你想要的豪华配置，啥加热和通风座椅，还有世界一流的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，它都有。而且和那些欧洲竞争对手不一样，这车上每一个按钮、每一个电子功能都设计的特精心，每次按都能正常工作。坐进这车里，就感觉像进了一个高科技豪华堡垒，就跟用一整块花岗岩削出来的似的。打开引擎盖，里面装着传奇的3.5升 V6 发动机，输出能超过300马力。这可不光是动力强劲，它还是最可靠的动力装置之一。它配备了先进的双喷射系统，能让发动机又清洁又高效，加速的时候线性十足，开起来那叫一个激情澎湃。现代那些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根本没法比。你把这 GS 350切换到运动模式，进气声就会被导入车厢，那深沉的机械咆哮声就来了，时刻提醒你，你开的可不是一般的车。到2026年的二手车市场，这 GS 350那就是明智之选。同年代的二手宝马和奥迪啊，可能都在修理厂等着换昂贵的传感器和塑料冷却部件呢，可这雷克萨斯 GS 依旧在路上跑得欢，性能跟刚从展厅开出来的时候没啥两样。它把日系车的可靠性和欧系车的驾驶动态完美融合到一起了。要是你想买一辆外观霸气、开着豪华驾驶体验还跟做梦似的，又不想把钱包掏空的车，那这 GS 350就是你的最佳选择。在2万美元价位的运动轿车市场，它就是当之无愧的王者。雷克萨斯 CT 200H， 这可是极致豪华又经济的选择。你想啊，2026年这油价一直上蹿下跳的，谁不想找个省钱的法子，还能保持自己的个性风格呢？这时候雷克萨斯 CT 200H 就闪亮登场了。这是一款豪华掀背车，它证明了啥呢？不用大排量发动机，也不用那种油耗高的离谱的 SUV， 照样能彰显个性。它老被说成是混合动力车里面的雷克萨斯，这可不是瞎吹的。你看它外观时尚又犀利，其实啊，它里面藏着丰田普锐斯的强大动力。这就意味着咱能用上全球最成熟可靠的混合动力技术，而且还是雷克萨斯那高端配置呈现出来的。你第一眼看到 CT 200H 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它跟普通的混合动力车完全不一样。它有那种动感十足、低矮的车顶线条，还有标志性的雷克萨斯纺锤型格栅。
这设计啊，就是冲着那些年轻爱都市生活的消费者去的。他们就想要一辆好停车、性能还好、又省油、内饰还豪华的车。现在啊，不到2万美元就能买到一辆新款 CT， 它看着就跟高端代客泊车服务车似的，可不像普通超市停车场里的车。它把实用的掀背车和高级日系美学完美结合了。咱再钻进车里瞅瞅，你马上就能感觉到这是辆真正的雷克萨斯。别看车身紧凑，这内饰那可是大师级别的，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好，材质品质也高。仪表盘是围着驾驶员来的，用的都是高品质、摸起来软软的材料，还有精美的对比缝线。雷克萨斯对细节的关注那可是出了名的。这座椅啊，在同级别里算是最舒服的之一了。就算你长途开车上下班，或者堵在车堆里，它都能给你很好的支撑。而且啊，就算开个好几年，这内饰都不会嘎吱嘎吱响，这就证明了雷克萨斯全球闻名的卓越品质。CT200H 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你看油表的时候呢，这车城市油耗能达到超过40英里的续航里程，是有史以来最高效的豪华车之一。跟其他那些开起来感觉慢吞吞、操控性又差的混合动力车可不一样， CT 开起来稳得很，给你意想不到的驾驶体验。它还配了精密的双叉臂后悬架，在弯道上的操控性比你想的还好。这就是一辆能轻松应对日常通勤的车，开着它能把你紧张的上班路变成安静祥和的避风港。展望2026年的汽车市场，对于那些在乎预算的专业人士来说， CT200H 绝对是个明智的选择，因为它和普锐斯好多机械部件都是一样的，维护成本低得很，配件到处都能买到。你既能享受雷克萨斯品牌的尊贵，又能体验豪华座舱的舒适，运行成本还比同级别几乎所有车都低。它就是那些想享受高端生活又想控制每月开支的人的终极秘密武器，这至少证明了咱既能聪明又能时尚。嘿，咱继续来聊聊雷克萨斯 IS350 啊。要是你正琢磨着找辆车，既得有动感的造型，性能还得卓越，可靠性还得跟磐石似的那么稳，那雷克萨斯 IS350 绝对就是你的不二之选。咱说在豪华轿车这圈子里，好多车啊，要么软趴趴的没劲儿，要么开着特沉闷，但 S 可不一样，它打一开始设计就是奔着给驾驶者打造的，豪华那都是顺带的事儿，而且啊，它绝对能陪你一辈子。到2026年，这玩意儿售价不到2万美元，就这价格，在二手车市场上，那性价比绝对杠杠的，算得上是性能车里头的佼佼者了。你第一眼瞅见 S350， 那外观哪怕它就停在那儿一动不动，都感觉它随时要飞出去似的。从那犀利的 L 型日间行车灯，再到车尾的双排气管，这车的每一条线条都透着运动的气息。不像那些德国竞争对手就爱搞些花里胡哨的噱头， ES 那可是有着永恒的魅力，优雅又迷人。不管你找着的是干净的第2代车型，还是早期的第3代车型，到了2026年，它照样亮眼。你把它往新车旁边一停，就感觉自己开的那车比新车还酷炫，还精致。打开车门，你就瞧见那驾驶舱，感觉就跟战斗机的驾驶舱似的，座椅的侧向支撑特别好，你要是激烈过弯，能把你稳稳的固定住。而且啊，这座椅还软乎乎的，就算你开5小时长途也不会觉得累。这制造品质那可是纯正的雷克萨斯风格，每一个开关、旋钮还有表面摸起来都感觉特结实，还倍儿有档次。在第3代车型里，你还能有个电动移动仪表盘，这可是从传奇的 LFA 超级跑车上找的灵感。就这些小的高科技细节，让你开上雷克萨斯 IS， 那感觉就跟经历了一场特别的事儿似的。每次你按下启动按钮，就说性能这块啊 ，ES350 就跟一头穿着西装的猛兽似的。它装了一台 3.5 升的 V6 发动机，能输出超过300马力呢。而且它用的是自然吸气发动机，动力那是说爆发就爆发，声浪听着也老得劲儿了。你把转速拉到红线的时候，不用涡轮增压，速度照样惊人，全靠纯粹的机械工程，操控起来精准又灵敏，你开着它心里倍儿有底，轻轻松松就能征服你喜欢的那些峡谷公路。等你上了高速巡航的时候，它又跟其他雷克萨斯车型一样安静又沉稳。2026年要是选 IS350， 对于预算有限的汽车爱好者来说，那绝对是终极选择。你既能有跑车的速度，又能享受豪华品牌的尊贵，还能有丰田的可靠性。其他同级别车型好多都因为电子故障贵、发动机漏油啥的，名声可不好了，但意思就不一样，始终都那么靠谱。这就是一辆你能天天开着享受驾驶乐趣的车，不用老担心发动机故障灯亮。它绝对是咱们推荐榜单里的完美收官之作，花2万美元就能拥有这么一件真正传奇的日本工程杰作，值了。